最具温州特色的食物，风景如画，海鲜，穿越。5到这个标志性的打卡点，你算是白来了。温州。本期视频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温州本地人的大排档，还要去看一看谢灵运、孟浩然、文天祥等都曾登岛游览并留下了近1000首诗词的江心屿。晚上我们去逛一逛很有江南古色古香的福田老街。先吃饱了再去玩。这家店呢，网传是瓯海区鱼鲜海鲜热门榜第1名。温州这边冷盘超级多种，有鱼类的、肉类的、蟹生、鸭舌等等都非常出名。这里的海鲜真是琳琅满目。温州的大排档是温州人靠海吃海的生活哲学和浓厚的市井烟火气的集中体现。通常是采用明档点菜的方式，让食客能直观地看到当日捕捞的活鲜。建议大家还是要点那个蟹生来试一下，来一个经典的蟹生，这个膏真的很多。江蟹生是温州海鲜排档的镇店之宝，沾上他们的甜醋，味道很不错。因为听说尼螺也是这边的特色，所以再点一个尼螺。相比之下，尼螺吃法比较复杂一点，只能吃果冻的那一部分，内脏那部分是不能吃的。炸鱼包味道也很不错哦，鱼很新鲜。家乡海鲜最常见的烹饪方式是以酱油和姜丝调味，最大程度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去温州大排档吃饭，感受的不仅是美食，更是温州人的豪爽，注重鲜味的饮食文化。接下来去4A 景区江心屿。江心屿位于温州市北面的瓯江之中，是温州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素有瓯江蓬莱的美誉。它不仅是4A 级旅游景区，更被誉为中国狮之岛。最近呢是有个活动，1张机票游温州，所以只要你有机票就可以免费游玩这边的很多景区，这里就省了30块，可以直接搜索江心屿售票处来坐船。进岛后呢，大概花10块钱坐个景区观光车。有个回建岛，这里有个网红咖啡厅，这里是一个岛中岛。正好是圣诞节，这里已经换上了圣诞的装饰。这里有法式的浪漫，也有中式的美感。咖啡厅本身就在园林和江水中间。我们在咖啡厅的游玩时间大概是40分钟，你们如果有时间的可以适当延长一下。所以在这里放松一下，坐一坐是1个下午。
出小桥，我们就又回到刚才那个岛上。出了咖啡厅，走不到5分钟就到了这里。在这里游玩真的超美，光线也很好。江心屿上有分东园和西园，我们今天玩的是西园，这边的自然风光特别美。这边超美，这些小叶榕树非常好看，它们本身就像一幅画。走几步路就遇到了粉紫色的花海，从刚才绿植那边大约走个15分钟就可以到达花海这里。这是千日红花海展，在11、12月份的时候有哦。这边也很适合拍一会儿照片，逗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再走几步路，看到了又是这种很美的风景。路上的景色都很漂亮。其实江心屿每一片地方都很漂亮，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想要停留的时间久一点。有一些亭台楼阁，也有游船。从花海那边出来走大约20分钟可以走到喷泉这里。喷泉和始建于北宋的江心屿西塔结合，是现代与历史的交融。西塔是一个6边形7层楼阁式结构，通体用青砖砌成，檐角挂着42个铜风铃。在塔的每一面每一层中都有一个拱弧形状的小洞，洞里呢是有宋代的石雕佛像。再走几步路就会看到这里很漂亮的宋园，进门就有太湖石，一走进去仿佛穿越回1000年之前的南宋。这里的建筑复刻了宋代的风格，中式审美拉满。这里也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从宋园里一样可以看到温泉。光影与建筑的互动，庭园美学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园和喷泉是连在一起的，这2个地方大概可以玩1个小时。唐宋时期，许多著名诗人如谢灵运、孟浩然、文天祥等等都曾登岛游览，并留下了近1000首诗词，因此得名诗之岛。
走出来又看到这里湖边的柳树，柳树依依，特别动人，特别温柔。还可以看到很红的枫叶。谢公阁相传为纪念山水鼻祖谢灵运而建，近年常有文化展览。最终我们玩完西园是花了1个下午，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出来已经黄昏了。当晚上亮起灯的时候，夜游也会成为一个游玩的项目，既可以观赏瓯江的夜景，也可以观赏灯光与水面倒影相交辉映，被誉为江心夜色美。这里是魁星阁，位于老街入口的标志性建筑，高约28米。在古代，考生常来此祈求高中及第。街区沿河而建，保留了老温州独有的沿河骑楼、码头、青砖黛瓦等特色建筑。周边再走一走也不错，有水，有古老的建筑，一切都很不错。一进到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一家非常著名的做温州菜的连锁店。肚子饿，开吃。生腌雪蛤，个头不大，但却很鲜。来个重口味的毛血旺，这家店也做得很好吃，而且材料很多。丝瓜非常爽脆，上面的虾薄如蝉翼，它是把虾打成了泥，然后再做成一个虾的形状。这里有好多娘娘在拍照，超美的。有时间的话，真的要来这里拍一拍。虽然不一定是我拍的这一家，但是这些汉服呢，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在这里一晚上，真的看到好多漂亮的小姐姐换了衣服在这边拍照，非常美。也可以看到各个朝代都有，所以说我们的历史也是非常悠长的。舞到这个标志性的打卡点，你算是白来了。这里是整个吴田老街里面最漂亮的地方。这里是南戏故里，可以乘坐演艺花船，零距离观赏唐河风光，感受水上贸易的热闹场景。吴田老街曾经是温州下河乡的中心地带，商贸交易十分兴旺，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现在它是温州瓯海区的一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也是一个商业的地方，凝聚了温州千年的塘河文化、山谷文化和河居文化。它的核心在于塘河文化和水街风貌，营造了榕、亭、桥、庙、水街的独特空间。这里还有很多小商品，感觉像是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搬了一个分部在这边。好啦，这期视频就是这样啦，后面就是花絮。